这一次真的结束了。大家好，我是 P487。进击的巨人动画版在昨天11月5号终于完结了。我其实在2年前就已经看过漫画版的结局了。今天不是来讨论剧情了，因为动画版刚刚完结嘛，我其实还蛮有感触的，就想说来分享一下进击这10年来带给了我什么。第3年那时我是国2，刚好是进击的巨人第1季开播，不管是剧情还是主题曲《红莲的公式》在当时是非常的火，可以讲是无人不晓的。大家一辈子生活在城墙内，突然有一天一只超大型巨人出现，把城门踢出了一个大洞，外面的巨人也顺势攻入城内。当时的我是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题材，我是直接被这样的世界观给吸引住了。机缘巧合下，那一年我接触到了一款叫做《巨人的猎手》的游戏，是一位叫锋利的民间高手使用 Unity 3D 做出来的竞技小游戏了。若把这个游戏放在现在了，虽然讲是非常的简陋啊，不过当时是真的没有多少竞技的游戏显得这款可以脱颖而出。当时这款游戏非常多人在玩，重点是作者非常有热忱，会一直不断的更新以及修复 bug。那时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放学后与朋友一起连线，在游戏里杀巨人，尝试各种招式，挑战谁的分数最高。17年4月1日是进击的第2季开播日，我在那时就有想到，应该很多人已经忘记了第1季的内容，然后我就想要做一个影片，帮大家快速了解第1季里面的重点。前后我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来看回去第1季，并写下每一话的重点，然后我再推测第2季的看点分析。后来就有了那一部8分钟了解进击第1季的影片了。再试着去假设，如果说巨人都是人类变成的，那么追根究底，最终还是人类与人类之间的战争，只不过是通过巨人这个生物罢了。当然，这都是我的假设。对，在第2季播出前，我就有预测到还有其他人也是可以变成巨人的。追根究底，还是人类与人类的战斗，只不过是通过巨人这个生物罢了。我也是猜对了吧？然后一直以来，保护人类的墙壁其实是由巨人组成的。那时我是看完一话就会把那一话的重点写下来，过后我会修改一遍，再打印出来1份这样子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蛮疯狂的。讲到进击，除了让我认识到 Link Horizon 的歌曲之外，其中里面还有很多很好听的 OST， 像是我个人蛮喜欢听的是泽野弘之的 OST， 他很多 OST 都是非常的热血的。我其实是看到第4季中有弃坑过了，3季以来都是在城墙内外与巨人战斗嘛，突然第4季就知道墙外真的是有人类，然后就觉得巨人到头来其实还是人类在对抗人类，然后我就不觉得巨人有多神秘了，就没有当初第1季的那种感觉。那时我就有一点嫌动画更新到有点速度慢，我就去追漫画版，我一直追到了结局。我是在昨天动画最终章更新之前才从第4季开始补回的，只能说开始是有一点了解当漫画党在看到漫画的情节在动画中呈现的那种感动了。我在补回的时候，就战斗一开始音乐响起，我都是开超大声来听，很多场景我都鸡皮疙瘩不断。你如果要说我是一个巨人的忠实粉，其实也不太算，因为我第4季中间转追漫画，但是我过后还是有补完动画版的。2年前结局的遗憾，感谢这一次动画版有完美的弥补。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一个动漫是可以让我追那么久了，但我蛮感谢蛮感慨有进击的巨人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了。影片的最后我就放一个我自己做的小片段，算是为这部陪伴了我10年之久，也是陪伴你们10年之久的动画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吧。感谢看到这里的你，我是 P487， See you when I see you。 最后我想说一句，神を捧げよう。でもの間に彼の戦術価値をもぎます。くれよ。
っしゃい。